河南修武县挖出吕布墓，数千年来无人问津，专家看后瞬间泪目。三国里猛将的墓为何如此破旧？但是墓中出土的一件珍宝，竟颠覆了世人对吕布的认知，并直呼我们原来被骗了数千年。墓中到底发现了什么呢？点个超级赞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吕布被埋葬何处，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团，也是专家议论的焦点。因为这位历史名将死后葬在了哪里，在史料中都未被记载，甚至让人不禁怀疑是否真的存在这位人物。但是前段时间，在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的一座小山村中，发现了一座古墓。本来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座普通的墓葬，因为从外表看上去，这座古墓的规模非常的小，看上去并不像什么大墓。但是就是这样一座非常简陋的墓葬，最近却频繁遭到盗墓贼的盗窃。当村民们发现这里出现了一些盗洞后，赶紧联系了当地的文物部门。当考古人员到达现场后，开始对现场进行了初步的勘探，发现这座古墓并不是很大，长宽只有6米左右，并且墓葬周围还有很多杂草，看上去像是一座荒废很久的孤坟，这让在场的考古人员有点失望。通过考古人员对村民的走访了解到，这座古墓已经存在很长时间，具体是谁的墓葬并不是很清楚。于是专家找到了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询问情况，结果得到的也是相同的答案。于是考古人员只能继续在古墓里探寻线索。原本村民以为这只是一座普通的墓葬，但是随着考古队的到来，他们相信古墓里一定有东西。经过考古人员的发掘得知，这座古墓其实早就被古代盗墓贼所盗掘。虽然在表面上完全看不出有被盗过的痕迹，但是当把古墓表面的封土清理干净后，发现墓葬的结构其实早已遭到破坏，这让考古人员担心墓中的文物还留存多少。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，可以看到墓葬里散落着很多的瓷器碎片，这就让见多识广的考古人员有点莫名的心酸。很显然，这座古墓的墓主人的身份一定不是很高贵。虽然已经确定这座古墓的价值并不是很高，但是已经挖掘，众人都还是很好奇墓主人究竟是谁。就在这时，考古人员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。河南焦作挖出吕布墓，专家看到后瞬间泪目。如此破旧的古墓，怎么会是三国第一猛将吕布的墓呢？但是随着墓中一件兵器的出土，彻底颠覆了世人对吕布的认知。就在考古队员清理到墓室的时候，在棺椁的旁边发现了一块墓志铭。发现墓志铭也就意味着能够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。但是考古人员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这个墓志铭的出土会引起一场风波。通过解读墓志铭上的文字，考古人员顿时惊呆了，并直呼不可能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他们究竟在墓志铭上看到了什么？原来在墓志铭上清晰地刻着6个字：三国第一猛将。在三国能享有这个称呼的，不就只有吕布吗？在场考古人员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最后反复确认了好几遍，才证实的确是三国第一武将吕布。闹了半天，原来是把吕布的墓给挖了出来。这一发现立刻轰动了整个考古界。在历史上，吕布是真实存在的，并且还是三国时期战斗力排名第1的武将。但是一代猛将死后，怎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呢？吕布我们都不陌生，在史料中记载，吕布家境比较贫寒，但是从小酷爱习武，很小的时候便已经熟练掌握18般武器了。起初因为骁勇善战被丁原重用，凭借自己的本事谋得了官职，后来又杀了丁原，投奔了董卓，并且认董卓为义父。
但是董卓生性暴虐，又十分爱猜疑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因为一件小事惹到他，就一命呜呼了。所以吕布整天也是胆战心惊的。没多久，吕布身边出现了一个叫司徒王允的人，他开始和吕布谈起了生意，让他背叛董卓，声称只要杀了董卓，就会给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。最后没有经住诱惑的吕布杀了董卓。董卓死后，他的旧部很快攻入了京城。吕布战败后就仓皇而逃，开始投奔很多人，先是投靠了袁术，之后对袁术不满意，又投奔了袁绍后，因为一件事情遭到了袁绍的怀疑，由于害怕袁绍的报复，最后投奔曹操。但是刘备知道吕布是什么样的人，于是劝谏曹操不要留下如此祸患。吕布一直以来都是一位饱受争议的人物，大家总喜欢拿他和项羽做比较。虽然他们都是中国古时的猛将，但是两个人还是有差距的。单说武力的话，两个人还真是无法比较，因为个个都是骁勇无比。但是从军事能力上来看，吕布是远远不如项羽的，并且项羽的地位可是西楚霸王，而吕布仅仅是徐州霸王。除此之外，两个人的性格也是不一样。当专家打开吕布棺椁后，里面一件文物的出土却让众人大惊失色。吕布的常用物品竟然为我们揭露了一个千年骗局。专家究竟发现了什么呢？随着墓志铭的出土，考古人员又开始疑惑了，因为根据史料记载，吕布明明是内蒙古人，自古以来中国都讲究落叶归根，但是为何吕布死后会葬在河南呢？为了揭开背后的真相，考古人员继续对吕布墓进行发掘工作。就当考古人员满怀期待地将棺椁打开后，刚才一切的结论似乎得到了证实。只见墓内吕布的尸骨早已经七零八落，由于年代久远，并且在死后并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，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比较正常的。正当众人感到失望的时候，一件兵器的出现却让考古人员重新提起了兴趣。只见在吕布的尸骨旁边放着一把长矛，这应该就是吕布生前所使用的兵器。我们都知道，吕布可是手握方天画戟、大杀四方的武将，但是真实情况却是一把普通的长矛。眼前这种景象也是让考古人员感到一头雾水。为何墓中会出现一把长矛呢？这和各种记载中所描述的形象完全不符。这方天画戟和长矛可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兵器啊！就连专家看了都直呼我们被欺骗了1800年，同时也说明了在一些史料中对吕布的记载是有偏差的。当专家经过对吕布的尸骨进行检验后，发现吕布的身材的确非常高大，这和史记中所记载的吕布蒙古人特征十分的吻合。吕布墓的考古发掘已经结束，为了表达对先人的尊重，考古人员决定将吕布墓的封土进行回填。虽然在吕布的墓中并没有发现什么珍贵的文物，但是纵观吕布的一生，在政治才能上比不过曹操、刘备，身为武将比不过关羽、张辽等名将，但是为人却喜欢颠倒黑白，背叛他人。吕布为了自身的利益，失去了为人的基本品质，因此获得了如此悲惨的下场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中积极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